聯合國人口司的一份預測報告像一顆深水炸彈，直接把很多人從大國崛起的幻夢裡給炸醒了。根據最新的測算，2025年中國的出生人口預計將跌破900萬大關，僅剩871萬左右。871萬是什麼概念？大家可能沒感覺。我給你們對比一下，上世紀80年代，咱們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那是2500万級別的，占全球新生兒的1/5。到了2025年，這個比例會跌破7%。更恐怖的是，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已經掉到了 1.09。這個數字在專業領域叫超低生育率陷阱。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裡，中國現在的生育水平竟然成了全球倒數第2，僅次於那個已經徹底躺平的韓國。以前中國人總笑韓國是消失的國家，現在回頭一看，中國人自己已經半隻腳踩進深淵了。大家發現沒有？現在走在街上，母嬰店越來越少，藥店和養老院越來越多。這不是錯覺，這是冷冰冰的數據在說話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官方数据，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是954萬。雖然借着龍年的彩頭勉強回升了一點點，但那只是回光返照。到了2025年，這塊遮羞布徹底被扯下來了。871萬，意味着我們的出生人數在短短幾年內直接打了個3折。聯合國這次的預警非常有殺傷力。他們預測，如果按照這個趨勢下去，中國的人口將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雪崩。第一階段到本世紀中葉，人口將縮減到12億左右。第二階段到2100年，也就是我們的孫輩那一代，中國人口可能只剩下6.3億，甚至有更激進的預測說會跌破5.2億。從14億人縮水到5、6億人，這不是簡單的數字減少，這是一場文明級別的塌方。這就好比一個原本壯碩的巨人，不僅在變老，還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水。1.09這個數字是無數中國家庭用腳投票的結果。為什麼不生？那些專家天天在電視上喊給補貼、延產假，可他們就是不提那3座壓在年輕人脊梁骨上的大山：房價、教育、醫保。階層流動的絕望，在現在的中國，生孩子不再是傳宗接代，而是一場極高風險的投資。如果你不能給孩子提供學區房、補習班、海外留學，那孩子生下来可能就是來還債的，是來給社會当電池的。就業環境的慘烈，2025年應屆畢業生規模預計衝上1300萬，而新生兒只有871萬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現在的就業市場已經捲到了頭，而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卻會面臨嚴重的斷層。生活成本的倒掛，年輕人自己保命都難。現在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依然維持在讓人絕望的高位，一個月的工資扣除房租、社保、交通費，剩下的錢連給自己買件像樣的衣服都要猶豫，拿什麼去養一個碎鈔機？說白了 ,1.09 的生育率就是年輕人對這個內卷時代的集體非暴力不合作。人口斷崖最直接、最殘忍的影響，不是沒人建設祖國，而是沒人給現在的中年人養老了。現在的養老金模式是年輕人養老人，現在是3個年輕人養1個老人，還能勉強維持。但等到2025年，這批871萬出生的人步入社會時，他們面對的是什麼？是3億、4億，甚至更多的老年人口。到時候，一個年輕人背上可能要扛着2個老人、4個祖輩，還要交高額的社保去填補空缺。這已經不是養老，這是獻祭。如果不改變，現在這批叫囂着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年輕人，老了之後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極其淒涼的晚年，沒有足夠的護工，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，甚至連養老金賬戶裡都只剩下一串貶值的數字。
2025年出生人口跌到871萬，這不僅僅是少生幾個孩子的問題，這是給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模式直接判了死刑。大家想想，中國經濟這幾十年靠的是什麼？不就是人多好辦事加瘋狂蓋房子嗎？現在這兩根支柱全都要塌了。過去我們總說房價長期看人口，這話現在聽起來簡直是字字見血。剛需的徹底歸零，按照中國的購房習慣，主力軍是25到35歲的年輕人。2025年出生的這871萬人，等他們30年後想要買房的時候，面對的是什麼？是現在的80後、90後留下的幾套老舊二手房。到時候房子比人多將成為常態。公開數據的打臉，根據西南財大等機構的數據，中國城鎮住房空置率早已突破 20%， 很多3、4線城市甚至達到 30% 以上。現在新生兒數量直接腰斬，意味着未來的住房需求不是放緩，而是消失。財富的紙面化與蒸發，中國家庭 70% 以上的財富都捆綁在房產上。如果沒人接盤，這些所謂的百萬豪宅其實就是一堆鋼筋混凝土。當流動性枯竭，房價開啟漫長的陰跌模式，那一代中產階級的財富夢會碎得比玻璃還響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再過20年，除了北上廣深的核心區，絕大多數城市的邊遠新區都會變成死氣沉沉的鬼城。路燈是壞的，草長得比人高，剩下的全是步履蹣跚的老人。這哪是生活，這簡直是現實版的荒野求生。很多人還沒意識到，出生人口斷崖式下跌，最先倒霉的是實業。現在的工廠老板都在抱怨招工難、招工貴。為什麼？因為1990年出生的勞動力有2500萬，而2000年後的只有1500萬，到了2025年這批只有800多萬。產業外遷是必然，既然中國的人口紅利吃乾抹淨了，外資又不傻。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，人家的年輕人像韭菜一樣一茬接一茬。中國製造的尷尬，我們的自動化轉型還沒完成，人口老齡化就先到了。由於缺乏年輕勞動力，生產成本飆升，曾經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正在失去全球競爭力。更悲慘的是，當一個社會沒有了年輕人，也就沒有了創新和慾望。年輕人是消費的主力，是熬夜加班的主力，是折騰新事業的主力。當大街上全是拄着拐杖的老人，誰還會去買最新款的 iPhone？ 誰還會去創業公司拼命？整個社會將陷入一種死寂般的低慾望陷阱。現在網上有個段子，說以前不讓生，現在求着生，以後可能得按指標生。這話聽着像笑話，但背後的邏輯細思極恐。當經濟被人口拖累到無法運轉時，權力往往會伸向私人領域。從罰款到徵稅，以後會不會出現所謂的單身稅、丁克稅？福利的精準剝奪，如果你不生孩子，你的醫保報銷比例會不會降低？你的退休金會不會被克扣？這種對個人權利的二次擠壓，只會讓剩下的年輕人感到更加窒息。大家看現在的形勢，各種催婚、催生政策層出不窮，但大家發現沒？只要不解決生存成本這個根本問題，所有的催促都像是對着乾涸的井口含水，除了回聲，什麼都沒有。講了這麼多，並不是為了嚇唬大家，而是想讓大家看清現實。聯合國的預警不是兒戲，從14億到6億，這中間縮水的不僅是人口，還有國力、財富和每個人的生活質量。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大時代的轉折點，從人人都有機會的擴張期，進入存量殘殺的萎縮期。如果你還沒買房，請務必三思；如果你已經有了孩子，請盡可能讓他掌握全球化的技能，而不是在內卷的體制內耗盡青春。一個健康的社會
應該像森林一樣生機勃勃，有老樹也有新芽。但現在的中國，老樹根深蒂固，新芽卻因為土壤太毒、陽光太少，還沒出土就枯萎了。這才是最深重的悲劇。